大家好，欢迎来到妈妈 Fishing Cuisine 惠妈厨艺。10月，秋意正浓，我的菜床里还有很多蔬菜生长旺盛。在感恩节假期，我把菜园整理了一下，紫苏的种子可以收了，西红柿、空心菜、各种豆类、鱼刺瓜、葫芦等蔬菜都拉秧了。清理掉这满地的菜秧子，够装好多个纸袋了。但如果将它们变废为宝，做成堆肥，那就能够省钱又环保了。现在正是利用这些菜秧子在空出来的菜床上进行堆肥的最佳时机。利用菜床进行堆肥的最大优势就是空间够大。先将菜床整理干净，把土彻底翻一下，使土壤变得非常松散。我这个菜床的土壤深度超过50厘米，尽可能的挖深一些。菜秧子在土壤里分解需要一个温度较高的环境，土越深越容易保温，也就越利于加快降解的过程。为了方便操作，先铲出一些土，也可以把菜床一边的土堆到另外一边，然后将菜秧子铺上一层。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只能选择没有病虫害的菜秧子。堆完肥的菜床，来年春末就要使用，时间有限。为了加快降解的速度，我特地把粗的老的茎干挑出来，只留嫩的小的茎干和叶子。同时使用这种用来修理灌木丛的长剪刀，尽可能的把这些菜秧子剪碎一些。因为堆肥用的物质越小，用的时间就越少。我的目标是明年春末使用这个菜床的时候，肥已经堆好了。当然，你也可以简单粗暴地将菜秧子不要经过我这样的处理，直接扔到菜床，盖上土进行堆肥，只不过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有可能会影响来年种植季到来时菜床的使用。其实这些挑出来的粗的茎干和带土的根都不会浪费，由于它们需要更长时间降解，所以我会把它们放到堆肥箱里去做堆肥。堆了一层菜秧子之后，上面就铺上厚厚的一层土，也可以把一些厨余，像果皮、菜叶、茶包、茶叶渣、咖啡渣、蛋壳放到里面。这些是我速冻胡萝卜、甜菜根还有洋葱时削下来的皮，也正好用上了。同时我也把门前干枯的落叶收集起来，铺上厚厚的一层。这些菜秧子可以不断地添加上去，像我现在的菜园里还有很多秋天的蔬菜，等入冬之前收拾完菜床后，还有一些菜秧子可以使用。最上面的土要尽可能的厚一些，因为是露天堆肥，厚的土可以防止小动物的干扰。秋天天气干燥，可以给堆肥的菜床时不时浇些水，促进降解的过程。入冬之前时不时翻动一下菜床里的堆肥土，促进空气流通，加快分解。我们多伦多冬天很冷，据说今年冬天又是一个极寒的天气，而菜秧子、厨余、枯叶在土壤里分解需要一个温度较高的环境，所以在入冬前可以收集一些落叶覆盖到菜床上面。这些覆盖在表层的落叶是无法分解成堆肥的，或者铺盖地膜，把四周固定一下，这就好像给菜床盖好被子保温，加快分解的速度。我们这里通常要到4月底5月初，土壤里的冰才会完全融化，这个时候菜床里的堆肥也基本上完成了。
如果翻动土壤时已经辨认不出原来的材料，堆肥没有异味，土壤变成黑色的疏松物质，堆肥就完成了。去年我只有2个菜床，入秋时节，我用1个菜床种了大蒜，另外1个菜床按照上面的方法堆了肥。今年5月中旬，把室内培育的菜苗移到菜床之前，我的堆肥已经完成。我把这些土壤翻了好几遍，不停地暴晒杀菌，最后还撒上了生石灰消毒。经过这样一番操作之后，我的菜床里的土变得非常的健康。今年我分享过好几个菜园种植的视频，记录了我种菜的过程。很多人看过之后都发现我的蔬菜不仅长得绿油油，而且虫害很少。我想这些菜床堆肥以及后续的消毒杀菌的处理应当起了很大的作用吧。5月中旬，我在这个菜床上种了1个朋友送的鱼刺瓜的幼苗，最后它的藤蔓浩浩荡荡爬满整个菜园，结了40几个鱼刺瓜。现在把鱼刺瓜拉秧之前，我一次就收了11个瓜。我要说的重点是，经历前后5个月时间，这颗鱼刺瓜从幼苗长到生出数不清的藤蔓，结出几十个瓜，我顶多施过2-3次肥。它之所以可以长得这么好，是因为从一开始它所扎根的土壤就有很好的营养，底子好，自然就长得好。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使用堆肥时，堆肥还没有完全降解，可以多多翻动堆肥土，以促进空气流通，加快分解。如果需要使用正在堆肥的菜床，可以将菜床里还未完全降解的堆肥土移到堆肥箱里，让它继续降解，完成最后的过程。没有降解完的堆肥土一定不要使用，否则会造成肥害。当然，我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以我去年的经验，像我这样只取拉秧的叶子和小的嫩的茎干，并尽可能的剪碎，上面覆盖厚厚的土壤，经过1个冬天，它们是完全可以降解的。今天这个视频记录的是我个人菜床堆肥的过程，希望能够给对菜床堆肥有兴趣的朋友一点启发。这里想说明的一点是，我在这个频道里所有有关菜园蔬菜种植的视频，只是我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而完全不是种菜教程。在种菜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不断的学习。今年我花费了很多的精力打理这个菜园，同时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非常开心。好了，今天就说这些了，我们下次再见。